同学们，我现在感觉呀，那句老话说的确实是有道理。啥话呢？真诚就是第一必杀技。我之前就去了电影《八角笼中》的北京首映礼了。完了，因为那个时候电影还没有正式上，所以我当时就是简单的发了一个微博，说等片子上了，也许可以出一期院线试读来好好唠一唠。那现在片子也上了，我这个小试读也可以开始整起了。老规矩，先说观感后详解，总结放在最后写。《八角笼中》我的整体观感就是算得上是一部中等偏上可以一看的商业片。全片传递给我最大的感性共鸣就是俩字儿：真诚。其实老同学应该知道，我是王宝强的多年老粉了，《士兵突击》《天下无贼》《树先生》等等他的经典的作品，我都少说看了2-3遍。《士兵突击》我估计都得看了5-6遍了。曾经还解说过他的一个很小众的作品《盲井》，当时数据也是嘎嘎亮眼。那回想起当年他的导演处女作《大闹天竺》，那真是烂得我头顶生疮脚下流脓啊！就这我都忍着没喷他，只给他放到了第1届金鸡花颁奖典礼其中一个奖项的入围名单里，全靠感情往上拽着我的。不过就王宝强这个人啊，他给我个人留下的印象就一直是一个很真诚很努力的人。我记得当时《大闹天竺》拿了金扫帚最令人失望导演奖，跟逐梦圈圈圈的毕森老师是同届，2人共获此奖是并驾齐驱啊。但是王宝强当时却大大方方的现身领奖了，他是金扫帚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出面领奖的一线演员，能做出这个举动确实是需要勇气的。跟圈里边有一些听不得一点批评的大佬们比起来，就不说别的，就王宝强这个强大健康的心态就已经够甩他们几条街了。王宝强当时在颁奖现场非常诚恳的跟观众道了歉，还说他来这儿呢是因为他尊重电影，也承认自己是第一次当导演，有太多的不足，但是他相信经过学习和努力，他一定会成为一名合格的导演。这一次嘛，我希望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吧？那么5年之后，王宝强带着八角笼中卷土重来，确实是用这把金扫帚把当年丢掉的脸皮都一点点扫回来了。八角笼中所讲的故事背景并不复杂，男主曾经是一名成绩优异、很有潜力的格斗运动员，可惜最后却因为某些原因没能打出自己想要的成绩，站上心心念念的擂台。那多年以后，在各种的机缘巧合催化之下，男主决定要培养一批新生代力量，存后浪啊。那么男主培养他们是要让后浪去帮他完成自己未完成的梦想吗？也不是。其实男主的初衷就是要这些孩子去打表演性质的格斗，帮他捞金赚钱。而这些孩子也不是普通的孩子，他们都是大山深处的野狗。啥意思呢？他们基本都是家里边嘎嘎穷，没有受过啥教育，也没有体会过爱，就约等于孤儿。格斗对于生活在温室中的普通人来说，可能代表着暴力、残忍、血腥，但是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他们的人生没有其他的出路，每天就像活在四周都是万丈深渊的孤峰之上，无处可逃。所以当男主将格斗这座独木桥架在他们眼前的时候，他们没得选，即使是再危险也要挺胸抬头的走上去，因为这是他们走出人生困境的唯一的机会。格斗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如此的重要。但是命运的魔爪往往会对苦命者更加残忍毒辣，他怎么会轻易放过这些可怜的孩子们呢？格斗这座摇摇晃晃的独木桥真的会带领孩子们走向更美好的新世界吗？那么听到这儿，大伙应该会对这部电影的基调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也有可能会觉得光听故事的梗概有点像摔跤吧爸爸，但其实原片的剧情呢跟摔爸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王宝强在这部电影里边揉了很多属于他自己想表达的内容，比如对人生到底能否被改变的探讨，对磨难与痛苦的解读与共情，甚至其中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情节里边满满的包含了对于无良媒体以及那些不明是非、见风使舵、容易被利用、被煽动的一类人的抨击。那这一轱辘我个人感觉，如果说是别人来拍，那可能就是一个常规的设定，但是王宝强来拍，我认为多少是想借景抒情了，因为拍的确实是太真实、太扎心了。当然可能也正是因为导演用了心，动了真的感情，所以我在看片的时候也是比较顺畅的就被带入了，我也能够共情到影片想要表达的内核与态度。全片在叙事节奏以及剧情章节的情绪递进上，我觉得做的算是相对不错，尤其是影片的前半部分，该有的燃点有，该有的泪点也有，我本人反正是一个不差的全给踩中。但是呢，我当时同行的小伙伴就表示比较无感，就可能泪点这玩意嘛，多少就有点硌玻璃碴子入硌眼了。那不过该夸的夸完了，该吐槽的地方还是得吐槽。首先，王宝强作为导演，虽然这一次能够明显的看到他的进步，但是影片在很多的细节处理上手法还是不够老道，可能是因为电影中想表达的东西太多了，前边控制的还行，但是到了后1/3部分感觉就有点驾驭不住了。比如关于角色内里深层次的刻画确实有点单薄，主角们有些行为动机的展现也不足，就那几个孩子前期刻画的够低，结局成长的够高，但是中间人物成长的过程展现的就有些潦草，给人物设计的几个挫折其实也还可以更精细一些。就你说腿折了，床上一躺就老长时间，突然转身就能下地了，那不光下地了还能
能继续比赛了，你说这上哪说理去？那其次，我个人对于影片最后的大高潮我是很不喜欢。是最后那场格斗是想把情绪推向顶点，但是我看的时候真的很出戏呀。史鹏元脱了衣服站在擂台上，那个身材真的是看不出有训练痕迹，尤其是在对手的大肌肉块的对比之下，这个反差就更加明显了。再加之咱们就笨寻思，最终呢肯定还得是史鹏元获胜，就导致我当时就老是走神，总寻思哎呀这个体格子差距最后他得咋赢啊？然后我后来一查呀，这演员才05年的，真的是年轻，我也不好过多的苛责。况且他之前在隐秘的角落、漫长季节里边，文戏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亮眼和老道。那我是想着，那结尾是不是可以不要这个正规格斗比赛，就比如集体拿一个什么表演赛的大奖，小伙伴们一起努力终成正果，这情绪也应该是够顶了。然后还有一块呢，不算是槽点，但是算是我一个个人认为的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王宝强在片中的打戏安排的太少了。讲道理啊，他的打戏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漂亮。那为了弥补这个遗憾，我看完八角笼回来又重温了一遍他的一个人的武林，过了足足的眼瘾。那总结一下，我认为八角笼中故事整体的完成度有，情感上的渲染程度也有。那更强烈的一种感受就是像我开头所说的，真诚就是第一必杀技。一部电影幕后团队到底是倾注了真情实感，还是只想浑水圈钱？作为观众看完电影一定是可以感受到的。那看完八角笼再重新回看王宝强当年在金扫帚上的发言，我发现当年他所说的不是场面话，不是漂亮话，不是上台去炒作的，他心里应该真的就是那么想的。那八角笼中毒性3颗星，王宝强导演的第2部作品完成度很高，选题真诚，非常热血。毒性主要是扣在了电影的后1/3的部分，但是整体上绝对是值回票价。行吧，那么今天这期院线试毒咱们就先唠到这儿啊。对了，再说一个题外话，我当时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脑子里边就总会想起一首歌，就是某幻的斗士。我感觉曲风、节奏、主题都跟这部电影很契合，我顺手给大伙安利一下。那咱们就下期见，好。